当西蒙体内的黑暗之力彻底觉醒后，他内心报仇的火焰熊熊燃烧，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寻找昔日的仇人报仇雪恨。可他心里清楚，仅靠自己单枪匹马想要战胜敌人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于是他率先对军械库发起了突袭，悄无声息地解决掉门外那些守卫后，他迅速将所有的武器席卷一空。此时韦恩还浑然不知即将大难临头，他正一门心思地研发一种生化武器，还妄图将这种武器散播到全球各地，之后再凭借自己独家研制的疫苗狠狠地大赚一笔。为了实现这个邪恶的计划，他甚至不惜投入重金举办了一场奢华至极的宴会，并热情地邀请了各个领域的权势人物前来，一同谋划这场所谓的大业。就在宴会顺利进行的时候，突然头顶的天花板轰然破裂，一道身影如神兵天降从空中缓缓飘落。众人被这突如其来一幕吓得魂飞魄散，韦恩也一脸懵，不清楚自己究竟是什么时候惹到了这个人。西蒙猛地伸手一把掐住他的脖颈，亮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。You left me to die in that biochemical plant. Remember? Simmons! You sent me to hell, Jason. I'm here to return the favor. 紧接着，西蒙用力将韦恩扔了出去，还没来得及起身，又被西蒙一脚踹得老鳖翻龟盖。突然，女保镖手中的2把冲锋枪朝他开火，西蒙一个疏忽，被连续击中了好几枪。然而离奇的是，他身上的弹孔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愈合。西蒙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自己拥有不死之身。既然如此，还怕个毛啊！于是他选择主动发起攻击，把女保镖打了个措手不及。女保镖见此情形，赶忙施展偷逃绝技。然而，被甩飞出去的女保镖依旧不断进行挑衅，西蒙哪能忍受？他的瞳孔瞬间变为红色，随即朝着对方疯狂地开枪射击。女保镖直接从2楼坠落，当场便没了气息。此时，小丑出现在西蒙面前，告知他战斗尚未结束。果然，西蒙刚一转过头，就发现韦恩的支援部队已经抵达，西蒙立刻释放铠甲进行防护。由于对方火力过于猛烈，西蒙只能一边灵活躲避，一边瞅准时机反击。毕竟，即便拥有不死之身，伤口的恢复也需要一定时间，但终究寡不敌众。他被一个小兵击中了，从万丈高楼之上直坠下。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，西蒙迅速释放出4条锁链，紧紧抓住旁边的墙壁。与此同时，他的手掌竟也幻化成吸盘。嘿，这可真是想啥来啥，这感觉简直太酷了！瞧见楼下聚集的警察越来越多，西蒙只能避其锋芒，然而还是被警察发现。警察们疯狂地朝着他射击。面对这般密集如雨的火力攻击，西蒙赶忙跑到墙角处，催动披风，将自己隐匿起来。警察们发现目标丢失了，刚打算撤离，去别的地方展开搜查。这时，现出身形的西蒙不小心踩掉了一块水泥，警察们又一次发现了他。这下西蒙又免不了遭受一顿猛烈的火力攻击。就这样，西蒙从高楼上击落，眼看着就要摔成肉饼，披风护主功能自动开启，将再生侠紧紧包裹，并带着他逃离了这个地方。此时的韦恩已被吓得失魂落魄，而小丑不知在打什么鬼主意，竟向韦恩提议将生化武器的引爆开关安装在自己的心脏之中。如此一来，只要心脏停止跳动便会引爆，这样有了全地球70亿人陪葬，再生侠必然会投鼠忌器。韦恩听闻此计，竟觉得切实可行，于是立刻返回公司着手实施。如此一来，全人类的性命便都绑在了韦恩身上。只要再生侠成功完成复仇，地狱便能直接收获一支规模庞大的魔兵军团，并且西蒙还得履行契约，为地狱攻打天堂，这可谓是一举两得。不过尽管西蒙得到了黑暗力量的强化加持，但他身上人性的光辉依旧闪烁不息。他不愿沦为被魔王随意操控的提线木偶，所以他毅然回绝了小丑的计划，下定决心要摆脱那契约的枷锁。然而小丑已经被魔王下达了死命令，要是西蒙完成不了任务，遭殃的就是自己。无奈之下，小丑只能抓住西蒙的宠物狗当作筹码进行威胁，于是双方就此展开了一场激烈的针锋相对。小丑也不再客气，他显露出真实面目，打算与再生侠拼个你死我活。
只见他的身体开始剧烈扭曲变形，后背伸出一根尖锐的刺，双手也渐渐化形，整个身体持续膨胀，随后长出了2根牛角，彻底幻化成了一个令人胆寒的怪物，浑身坚不可摧。对他而言，子弹的攻击就如同被蚊子叮咬一样，没有丝毫作用。西蒙在力量方面完全不是他的对手，于是急忙给自己覆盖上铠甲，接着用机枪将栏杆打得粉碎。随后两人从高台上坠落，三角怪不幸撞上了高压电缆，身体被贯穿。然而他也拥有不死之身，没过多久便恢复了状态。再生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被他一巴掌就拍飞了出去，整个人狠狠地扎在了栏杆之上，双方都具备不死之身，这样的战斗根本毫无意义。三角怪再次变成了小丑的模样，他在一旁得意洋洋地进行挑衅，并且以再生侠前妻作为筹码，威胁西蒙尽快完成使命。随后小丑便朝着前妻的家中赶去，小丑前脚才离开，一个老者现身救下了西蒙，其身份绝非寻常，他乃是天堂派驻人间的使者。原本他的使命是铲除那些对天堂构成潜在威胁的存在，然而他察觉到西蒙内心深处仍存有良知，便决定改变主意，转而试图拉拢西蒙。老者告知西蒙，一旦天堂失守，那么下一个沦陷的就是人间。为了前妻的安危，西蒙接受了使者的拉拢，并在引导下解锁了战甲更多的功能。如今他能自如地操控战甲，随心所欲地将其幻化成心中所想。但使者提醒他，这不过是冰山一角，他目前的实力还远远不足以与魔王抗衡。然而西蒙护妻心切，骑着摩托就朝小丑追去。